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成都的海鲜市场，这是最大的白家海鲜市场。这里基本上就是海鲜的一个那个叫什么太古里了哈，带大家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海鲜。小龙虾，又大又好的，是吧？这个就是螺丝虾，它带两个爪子的，比较长的这种啊。看吧，这种虾叫螺丝虾，这是黑胡虾蛙。哎，这黑胡虾。这说哦，兰花蟹，这个3两一个哇，4两多，4两多到3两哈。哦。看这个珍宝蟹呢，哇，这么大。哦，觉得稍微子呢，肯定是打架时已经把它打掉了哈。这个波浪大概是1斤以下的，所以它价格比较低，卖88左右。如果超市买的话，肯定会卖你128。这个就是大家最常见一种花甲了哈。这个是好东西哦。平时我是最喜欢吃的花螺，这个拿回去可以做一个芥末的凉拌啊。然后看见没有，要选这种大的哈，兄弟们，挑一下，选这种大一点的啊。差不多了。兄弟们啊，这个差不多有2斤左右哈。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盲猜的目标了，这个我身体有点心儿，遭不住哈。这个就算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而已，啊。放回去啊。这是海螺，这个可以买2个回去炖一下汤，还是可以的啊。啊，称2个，看吧，这就是鲍鱼仔。其实鲍鱼仔有时候它是讲究头数的，比如什么石头鲍啊，就是1斤里面有10个；有狮头鲍就1斤里面有4个，全是活的。鲍鱼就算了吧，我们做海螺汤就够了。买了2个海鲜87，我们再换一家，主要带大家认识一下海鲜。兄弟们，这个皮皮虾它这已经挂了，这叫鲜货，这叫鲜货，像这种叫活货，这种叫鲜货。还有这个珍宝蟹也是，这个卖好像钱？这种就是他刚死了之后，老板就拿来卖的这种叫鲜货。看这个饺子打架把它打掉了哈。我这跟我称1斤嘛。只要1斤嘛，多点可以。哎，多点的可以，多点可以。那就再来几个嘛。哎，你不要来太多噻，再来几个。把这个给我加进。1斤半。这个我看是不是活的哦？是活的啊，你到尾巴嘛。把羊肉灌起哦。啊，1斤6两8。109。啊，可以。买了海鲜之后，像这种活的东西啊，你一旦给它打痒，你拿回家还保证是活的。如果你不打痒的话，很容易就死掉了。哇，这个就是八爪鱼，给大家看一下八爪鱼啊，它抓得很紧。它咬了我一下，有点吓。对啊，一下吸到我一下子，好吓人啊！啊，算了，给大家看，我本来想做一个鞋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的网可以用一下吗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八爪鱼，我来逮一下它，看见没有啊？把我给老板放进去了啊。这个生蚝咋卖呢？这5块的啊。这几两哦？大概看这个2两多的样子哦，3两都没得哦。像这种就死了，兄弟们，买的话要买那种闭口的啊，这边生蚝这种就已经挂了啊。那这个是一个6月黄，就是大闸蟹它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6月份的话，其实它有上市的，这种叫6月黄。兄弟们，这个看这是活海参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现在不能买，也不能去摸它，它是活的哈。哦哟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看着这个挺新鲜的啊。这咋卖哦？18块1斤啊，因为小点的哦，这么大一条，要一条嘛，带鱼啊，新不新鲜？你看这个表面的鳞片就知道，像这种闪发亮的就比较新鲜。如果你去超市买或者摊子上去买，这种鳞片都已经就是比较暗淡的这种，你就不要买了。都这么大了呀？这条。兄弟们，这一看就不行啊！这是冰冻的，拿过来你看颜色都不一样，我就放弃了，我就买它这个东西了。往往摆在外面是最好的，都吸引眼球了，我给它买了。好，我们又买了条带鱼试一试啊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黄鱼，
这黄鱼呢，它出水之后它就会死掉，就是它全是用冰水，就是用冰马上给它冰起来的，因为它是活不了的，不能像这些淡水鱼啊加氧啊之类的，它是加不了的，出水就要捞出来。就这个地方，这个鱿鱼非常新鲜，我们买点鱿鱼，那咋买啊？这28嘞。带须须去买吗？哎，对。肉还是很厚的，你可以捏得出来。你帮我称两个嘛？两头啊。8块钱。洗个手。24两4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今天有点破费了，糟了，花了这么多钱。我给你挑个袋子。待会儿要被弄破产了。68啊。哎，68。比较干净一些啊，比刚刚那些要干净啊。2块钱一个啊，老板这好像2块钱一个啊。哎2块钱一个，这10块钱一个。好，我雕几个大点的，这个随便雕吗？随便挑，哪个选哪个。我肯定雕这种大的啊，同样是6块钱。同样是6块钱，我就雕这种大的啊。刚刚在外面还卖10块钱一个。这个兄弟们，这个比较肥。这个肉都出来了，这种就不要雕了。你看，买了4个生蚝，26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走，回家啊！今天就采购6样海鲜，回家给它做。好，现在我们从海鲜市场回到出发，先做一下凉菜，因为这期不一样。凉菜的话，提前给它做好，让它冻一会儿，再来做的热菜。花螺一定给它多淘洗一下，把里面的杂质给它冲一下。大家去买的花螺的时候，如果老板让你选的话，你就雕这种大的就好了。海螺呢，我们用刷子把它外面的壳给它刷一下，待会儿我们去煮它，不然的话有些泥啊容易煮到那个肉里面，就给它刷干净。好，第一步呢，我们先煮一下这个花螺，冷水下锅，因为花螺呢比较小，海螺比较大，因为它的熟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冷水下锅，来点姜葱，来点花椒酒。先开大火，水开之后呢，我们开小火煮个3分钟，切点小料。我们先切个小米椒，切点干葱碎，来几个葱段。接下来我们再切点柠檬，如果你家里面有青柠檬，可以加青柠檬，没有切黄柠檬。这个柠檬呢放的时间有点久，但是呢不要浪费，我们给它切一下。再切点香菜。好，这个芥末花螺的料头就配完了。接下来我们配一下这个海螺。好，水开之后，这时候把它调成最小火，3分钟。好，3分钟以后呢，我们给它捞出来。这边呢，快速要放入冰水中。这边准备一盆冰水。好，这个水直接倒掉，重新的烧水，我们来煮海螺，因为它时间是不一样的。煮海螺了，我们还是冷水下锅，来点姜葱，来点花椒酒。这个水呢，你一定要将这个海螺就完全淹没住。烧开之后呢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给它调成小火，煮个5分钟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煮海螺的时间呢，就可以切个青笋片。如果你买不到青笋，可以买什么呢？加一些香芹啊，就是那种西芹，或者是一个芦笋啊，这些脆的食材都可以。切完青笋片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用这个捣蒜器来捣点蒜出来。这2个凉菜都要蒜。这个不用剁得特别的碎，这种就可以了。好，5分钟时间到了，这时候我们给它关掉，把火也关掉。我们端到旁边去，让它再浸3分钟。浸过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将海螺的肉取出来，轻轻一挑啊，这个肉就出来了。就如果你比较小一点的，你就不用浸，5分钟就可以了。好，直接放入冰水中。接着我们找个可以高温的玻璃碗，下点切碎的干葱，来点蒜蓉。小米椒、香葱，给它搅拌一下。如果你不吃辣呢，就是这个小米椒就不用放了，它是个芥末味的。芥末呢，待会儿再加芥末。
好，油温烧到5成热，我们浇入热油，给它浇香。再来调味，这是蒸鱼豉油加2勺，蚝油来1勺，生抽来2勺，给1勺盐，少许的白糖。这时候要下入我们的芥末，这个芥末呢根据你个人口感来添加，有些朋友吃不了特别这种冲的感觉了，你就少加一点点。一定给它搅散，给它搅化，再加1勺香油，来点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都可以。这个时候把冰水里面的花螺捞出来，姜葱给它雕了，倒进去只给它浸泡上，给它完全淹没住。来点香菜，来这个柠檬。柠檬汁再挤点进去，直接给它放到冷藏冰箱冷藏个1个半小时。走，封起来冷藏1个半小时。接着我们来做一下炝拌海螺片。锅中水烧开之后呢，我们加点盐和这个油，先把这辅料清水给它掸一掸。这个下锅15秒钟，直接放入冰水中。这样的话，你的清水掸出来它就比较翠绿的，就一定马上给它降温。接着我们处理一下海螺，这个壳呢就不要了，给它取掉。这个内脏和这个肝啊、胆我们也给它取掉，不要了。能吃的就是上面这块肉，我们只要上面这块肉就够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改刀给它切成片。切到后面不好切的时候，我们就采用这种片的方式，因为它是比较薄，你不好去按的，稍微给它片一下。好，装起来。好，接着做这个炝拌的话，里面有个胡辣油非常关键，什么呢？干辣椒节加这个干花椒，我们给它炝一下。平时像有时候我们炒宫保鸡丁都要炝这个油来炒，这叫胡辣油。烧点油给它炝香，再来拌这个螺片。好，油温烧到5成之后，给它炝香。用这个油再来拌这个菜。接着我们拌一下螺片，给少许的盐、白糖、生抽1勺半，放我们这个胡辣油，放入螺片。再放入刚刚烫的青笋片，这个把水沥干，装盘。2个凉菜做完之后的话，还有4个热菜，4个热菜的所有切配工作，我们一气呵成把它切完。先配第一个芦笋炒鱿鱼，芦笋我们改个刀，切成滚刀。稍微给它搭配点青红椒，1小段就够了。比较厚的肉呢，我们稍微给它片一片，里面这个瓤给它去一下，切成条形。鱿鱼呢，我只用1条小的，就是2条大的，就是1条大的1条小，我用这个小的。把这个膜直接撕掉。上次还教过大家就是怎么去改这花刀，这次就教大家直接切成圈就好了。在家里面你有时间可以改花刀，没时间像我这样直接切成圈，直接切成圈就好了。好，这个鱿鱼我们再来点姜蒜片，这个菜基本上就配完了。接着我们来配这个带鱼，带鱼我已经杀好了，就是头呢给它去掉，然后背部的这个鳍也给它剪了，直接用剪刀给它剪掉就好了。简单给它改几刀。这边也是一样的哈，稍微给它划几刀，因为肉比较厚，这个带鱼很大。
好，我们拿到砍刀给它砍一下。切完之后呢，我们来点姜葱，把这个姜全部给它拍破一下。这比较小的姜就把它用起来，直接放入带鱼中，给它腌一下。好，我们给点少许的盐。海鱼它自身会有些味道，这时候盐不要加的特别重，来点白胡椒粉。好，花料酒，轻轻给它揉两下。稍微给它腌制个10分钟，放到旁边腌制10分钟。我们做这个椒盐带鱼啊，需要一个脆炸粉。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配方，就是250克的中筋面粉，75克的土豆淀粉，然后8克的这种无铝泡打粉，只要混合在一起就好了，很简单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做一个蒜蓉生蚝的一个蒜蓉汁儿。我们不用去做什么，就是那种生熟蒜，直接用生蒜直接给它浇油就好了。家庭买比较简单，只需要一点蒜和葱和这个干葱就够了。这个蒜呢，我用拍的方式啊，它不用说划来划去。比如我直接这样拍的话，它会跑到一边去，它会弹得很远。不用剁得特别的碎，特别碎的话它就没有口感了。好，2块干葱，给它切碎。葱花，好，我们的切配工作就全部完成了。接着教大家调一个这种蒜蓉汁儿。蒜蓉汁生蚝我们拿一半来给它浇熟，一半生蒜。正常做呢会有一半就是这种炸蒜加在里面，但是这样可能比较复杂，我们直接给它浇熟。在家里面就是尽量简单方便，加点干葱，加点蒜蓉，稍微给它搅拌一下。好，把油温烧到5成热，把这蒜蓉浇香，给它浇熟。接着把这个生蒜加进去，开始调味，给少许的糖，一点的盐，来勺蚝油，稍微加少许的生粉，就土豆淀粉。给它搅拌均匀。我们加点生粉的目的是让这个蒜蓉汁儿更好的挂在这个生蚝上面，让它站得更稳。直接把这个蒜蓉浇到生蚝上。有些朋友喜欢吃粉丝的，可以垫点粉丝在里面。好，直接开始炒菜。锅里倒点水。这步的目的，我们焯一下鱿鱼和这个芦笋。好，水开之后呢，我们在锅里加点盐，给点油。旁边一个蒸锅呢，我是烧着水的，因为我待会儿要蒸这个生蚝。我们先焯一下芦笋，芦笋里面会有一些草酸，所以说建议大家炒的时候尽量焯焯水，但是不要将它焯得特别的软啊，保持它的脆度。捞出来，好，不用换水，不用换水。接下来我们焯一下这个鱿鱼，节约火气，节约气啊，节约水。可以了，快速给它打出来，定型就打出来。这时候在锅里加点鸡油，你没有鸡油就普通的油炒就好，因为这个菜它不会粘锅，所以不用润锅啊。下入姜蒜片，还有干葱，这个大火给它先炒香。下入芦笋，再下入鱿鱼，青红椒。这个做个简单调味，给点生抽，一点蚝油，盐，白糖，好，最大火去炒它。出锅前来少许水淀粉。好，
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入生蚝，大火蒸5分钟。好，5分钟时间到，我们拿出来。好，出锅后呢，我们撒点葱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锅里倒点油，炸一下这个椒盐带鱼。炸过带鱼油怎么处理啊？给大家说一下，你可以加点姜葱，重新给它炼一下，这样你拿来炒菜啊，这些都可以把它用起来。还有一个方式，如果你不想炸，可以通过什么方式？可以通过煎的方式也是可以的。给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带鱼呢，前部分比较厚，我们先炸这个厚的，最后再炸薄的，分2锅。好，我们直接裹上这个脆炸粉。好，下锅4成热左右，开始炸这个带鱼，这样小火给它吊着哈。好，这个带鱼呢，它的肉比较厚，因为很大，我们尽量多给它浸炸一会儿。好，熟了之后，我们先给它捞出来，再来炸薄的部分。待会儿再来复炸。好，接着我们炸第2锅。好，最后一个鱼尾巴给它放进去。好，熟了之后我们给它打起来，把油温再烧一烧。这时候用过滤网把里面的渣渣打一下。你现在看到油好像比较昏是吧？其实里面有面粉，它沉淀过后自然就很清亮。这个油如果是炸带鱼油，大家不好处理的话，你可以加点什么姜葱啊，给它炼一下再来炒菜。好，来重新再放回去。再给它复炸一次。还有方式是通过煎的方式，但煎出来的带鱼它没有这种炸出来的香。你根据你家里面实际情况采取哪种烹饪方式。好，给它倒出来。好，最后我们给它撒点椒盐。前面的几道菜已经做完了，最后我们处理一下这个罗氏虾。灌了氧呢，它就活得比较久一点。已经挂了，兄弟们，已经还有一点点火，有一点点火，还有火的，别慌，还有火的，真的有火的。你看，这个是在动的哈。好，我们在锅里加点清水、姜片、葱段，稍微来点花椒酒，烧开一下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加点油。好，下入我们的罗氏虾，小火慢慢去煮啊。这个虾的比较大，我们稍微煮个1分钟。这种白灼呢是最能体现这个虾的这种本味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给它打出来。这个就微开的状态下去煮就好了。接着我们来调个豉油，找个高温的玻璃碗，给点蒜蓉，一点姜米，少许的干葱碎，来点葱花。有些朋友喜欢吃辣的，会加一些小米椒。如果你不吃辣，就不要加小米椒，就像我这样，可以了。给它搅拌一下。好，5成油温的热油，我们焦香一下。接下来直接加入豉油，这是我提前蒸热的豉油，我们稍微给它改造一下。接着我们做个简单的摆盘，碟子我们放在中间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少洗1个碗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到成都的海鲜市场给大家开了个盲盒，选了6种小海鲜，做了6道菜。
当然，这里是内陆城市，可能价格会比较贵一些。如果你在沿岸城市啊，可能以半的价格就能买到这些货。另一个，你在家里面做饭的时候，不要像我一样，一次做6个菜，就是6个海鲜。这里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和一种分享。如果你在家里面做来，可以雕个1种到2种来丰富你家人的餐桌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偶像。